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为什么美国金融大佬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想辞职的消息兴奋到要发新闻通告？我在4月19日的节目中提出，川普在美国和世界6大战场同时出击，其中川普和美联储之间的对抗是这6个战场中在此前节目中我唯一没有深入谈的话题。今天我就和大家来深入聊聊这个对美国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博弈。钱到底是什么？印钱的权利是谁给的？现代人类社会的很多核心概念，只有当你用一个历史视角回看时，才能意识到，很多要么是人心幻化的概念，要么是某个历史时刻看似随机的决定。1907年的秋天，纽约华尔街笼罩在恐慌的迷雾中。当时的美国股市崩盘，银行挤兑如野火般在整个美国蔓延。成千上万的储户在寒风中排长队等待取款，生怕他们毕生积蓄化为乌有。这不是某个银行的危机，而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在这场因信任引发的危机中，没有一家美国银行是安全的。但当时的美国却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权威金融机构有权力和实力来给美国金融体系注入资金，来阻止整个系统的崩溃。而在华尔街的一处豪宅里，杰皮·摩根，当时美国金融界一个叱咤风云的巨头，在那里召集他的银行界同僚开会，策划如何挽救这个面临崩塌的金融系统。最终，摩根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强迫其他银行家一起向美国金融体系注入资金，最终勉强止住了金融体系的大出血。但是，摩根和他圈子内的人都知道，这次救助只是暂时的止痛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需要美国建立一个永久的金融机构，一个由他们掌控的所谓的金融大厦的守护者，让这个机构来操控美国的货币供应。正是1907年的这场金融大恐慌，催化了点燃美联储的诞生之火，一个被披上公共外衣的私人权力游戏也从此开始。并不是美国人愚蠢到了不知道中央银行这个概念，只是从建国之初，很多美国人就对中央银行这个概念充满怀疑。美国的建国之父哈密尔顿早在1791年就曾试图在美国确立有官方身份的中央银行的概念。他在1791年到1811年推动建立的第一银行，在1816年到1836年推动建立的第二银行，目的都是试图稳定美国货币并处理政府债务。这都是他在试图在美国建立中央银行的尝试。但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把中央银行这个概念视为怪物，指责这样的银行最终一定会沦为权贵阶层控制社会的工具。因此，他在1832年否决了第二银行的续期，直接导致第二银行在1836年倒闭。结果是美国自此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自由银行时代，数千家州立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导致假币横行，汇率混乱，贸易瘫痪，搞得美国金融系统显得混乱不堪。1860年代，美国还笼罩在南北战争血腥硝烟中。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急需一个稳定的金融脊梁来支撑巨额的战争债务和战后重建。林肯总统和他野心勃勃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梦想用纸币和债券来重塑美国。1863年2月25日，国家银行法悄然签署。这个法案的初衷不是为了金融改革，而是为内账融资的一个紧急权宜之计。这个法案规定，美国各个银行必须购买联邦债券作为储备，才能发行统一的国家银行券，也就是一种由美国联邦政府背书的标准化货币。表面上，这个法案试图统一那混乱的美国货币丛林，实质上它是创建了一个国家银行系统，由新成立的货币监理署监督。这个法案一方面为内战注入了急需的资金，同时也迫使大量州银行加入联邦体系。到1865年内战结束时，国家银行法
支撑的这个国家银行系统，已经掌控了美国83%的银行资产，结束了自由银行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这个法案里却隐藏着一个奇怪的条款，它严格禁止银行开设自己的分支机构，法案坚持单一银行制，让每个银行只能在单一地点运营，不能跨州或跨城开分支银行。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当时有政客担心大银行的分支网络会吞噬美国各地的小型地方银行，破坏各地对自己的金融控制。这种情绪在南方和西部州的议员中尤其严重。这个条款带来的后果是，数千家小型孤立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冒出来。到19世纪末，美国有超过1万家这样的小矮人银行，他们各自为政，储备金薄如纸片，都依赖纽约的对应银行来清算支票。这些小银行的脆弱性像一张蜘蛛网，在恐慌的风暴中轻易就能被撕裂，没有分支机构来分散风险或调动资金。小银行们在农业季节性需求或经济波动中时常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一个小镇的银行可能因为当地农作物欠收而被当地人挤兑，然后恐慌会如瘟疫般传播，从而威胁整个金融系统。19世纪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包括1873年和1893年发生的危机，都暴露了依据国家银行法建立的国家银行系统虽然稳定了货币，但是也放大了银行间区域不平等的问题，让更多人意识到美国也许真的需要一个更有弹性的货币系统，能够根据经济需求扩张或收缩。1903年的金融大恐慌后，国会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由参议员奥尔德里希领导。这个奥尔德里希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金融巨头杰皮摩根和当时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一方面，奥尔德里希派代表到欧洲学习英国和德国的中央银行模式，但真正影响他决策的内幕却发生在1910年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乔治亚州的杰吉尔岛一个私人狩猎俱乐部里，一小群精英银行家秘密集会，他们用化名登记入住，避免任何泄露，生怕国会或公众发现他们的计划。出席者包括当时最重要的投资银行库恩洛布公司的银行家、花旗银行前身的总裁、杰皮摩根的合伙人以及奥尔德里希本人。他们在岛上豪宅中彻夜讨论，最终起草了一个奥尔德里希计划，一个名为国家储备协会的概念正式诞生。这个机构的概念非常独特，一方面它能发行货币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它头上似乎顶着一个美国中央银行的光环，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是一个由美国私人银行家主导的机构。这个奥尔德里希计划不是产生于公开辩论，而是一个美国精英密会的结果。因此这个计划在起草之初，没人敢直接把它公布出来，因为他们担心计划中提出的这个垄断美国金钱的机构会激起美国民众的愤怒，会被谴责是银行家的阴谋。后来事实也果真如此，当大众知道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后，果然引发了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他宣布要改革美国银行体系的弊端，幕后他开始与美国银行家们进行谈判。在威尔逊的幕僚中，有一个叫做爱德华·豪斯的上校，这个人直接参加过那次杰吉尔岛的密会，于是豪斯上校把威尔逊总统和杰吉尔岛密会的成员搭上了关系。最终在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签署确立了联邦储备法案。表面上，这个法案是美国联邦和地方金融权力的一种妥协。法案规定，在美国各地建立12个区域性的联储银行，由私人银行持有股份，但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督，成员由总统任命。但本质上，这个法案是那个奥尔德里希计划的变体，和美国华尔街关系
最紧密的纽约联储银行，成为区域性联储银行的第一等公民，掌控公开市场操作。因此，反对这个联邦储备法案的人直言，这是一个银行家的法案。1914年，美联储正式开张，承诺将从此结束美国的金融恐慌时代。美联储负责控制美国的利率，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是美联储天经地义的权利。事实上，并非如此。到底是由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来控制美国基准利率？这在美联储建立后的40多年中都是一个悬案，是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的一个冲突点。二战后，二者在这方面的冲突升级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最终，在1951年3月4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联合声明，内容就一句话：双方已经就债务管理和货币政策达成完全协议，以推进其共同目标，确保政府融资需求成功，同时尽量减少公共债务的货币化。这个协议被称为联储财政部协议。它的核心思想是把政府债务管理权和货币政策决策权给分开，确立了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允许它自由调控货币以抗击通胀。这个协议结束了美联储在二战那个特殊时期采取用支持低利率的办法资助美国政府战胜巨额债务的这个做法。有一点要说清，1951年的这个联储财政部协议不是一个正式法律，不是国会通过的法律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它只是美国政府两个机构之间的一个协议，是一种谈判妥协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个安排。这个协议正式开启了现代美联储时代。过去70多年的美国历史显示，现代美联储虽然在稳定美国金融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它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成为美国抑制通胀、防止金融危机的终结解药。美联储关键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误判，让美国依然不得不面对各种金融困境。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60年代两任美联储主席都比较遵从时任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建议，长期采用低利率刺激就业的决策，最终导致了美国1970年代通胀严重失控，美国10多年滞胀的凄惨经历。直到1979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不得不采取极端激进的大幅升息政策，在1980年到1982年的3年中，引发了美国历史罕见的双重衰退，造成数百万人失业后，才最终把美国的通胀从 15% 降至 4%。 正是这段历史让很多美国人接受了这样的认识：美联储的决策过程最好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要处处被美国现任总统左右，因为美国总统希望经济红火，从而支撑自己的任期的政绩。这样的想法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不一定总是同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对美元的国际信誉也是一个加分项。在随后的20年中，美国金融进入了一个历史罕见的大缓和时期，低通胀、稳定增长成为主旋律。特别是从1987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的19年，很多人感觉美联储似乎找到了控制美国金融风险的魔咒。但是2008年，美国突然爆发的次贷危机再次击碎了美联储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救世主的这个面具。对那次金融危机的共识是，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联储常年监管失控的后果。随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用巨额量化宽松的办法向美国金融系统注入万亿美元。这种方式虽然挽救了美国的金融系统，但是美国的政府债务也从此激增，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开始快速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立刻采用零利率和巨额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刺激美国经济。随后2021年初，当美国通胀开始冒头时，
鲍威尔把这轮通胀误判为供应链引发的短暂价格波动，而采取观望态度，直到1年多后，到2022年3月，美国通胀已经长期超过7%以上后，美联储才正式决定启动加息轨道。但是2021年到2022年的这轮通胀的态势已经形成。2022年6月，美国通胀一度高达9%。回顾了美联储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复杂的概念就变得清晰起来。第一，把救助美国金融系统放在第一位，这是美联储的原始设计和先天基因决定的。第二，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有一定必要性。第三，美联储在历史上犯过多次重大的决策错误。说完美联储，我们回过来说川普。众所周知，川普对美联储的态度一贯傲慢，逼迫美联储降息成为他2个总统任期中和美联储冲突的焦点。虽然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川普第1个总统任期中他自己任命的，但是目前他对鲍威尔的怨气是越来越重，特别是鲍威尔在他上任前主动降息，但在他上任后却迟迟不愿降息的做法，让川普越来越忍无可忍。而且川普此刻渴望联储降息，还不仅仅是希望用降息来刺激当下的美国经济，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目前已经被巨量国债利息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目前美国政府1年光付美国国债的利息就需要9000亿美元，几乎要赶上美国的军费开支了。根据简单的数学，我们都知道，造成这个巨额利息的原因无非就2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背负债务数额的巨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联储设定的高达 4.35% 的基准利率决定的。这个基准利率不但直接决定了美国短期债券的利率，也会间接决定美国政府长期债务的利率。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胀数据在过去3-4个月持续徘徊在大约 2.3%， 因此美联储就是把基准利率下调2个百分点，美国利率实质上还是正利率，而下调基准利率对美国政府偿还利息的压力，那可是意义重大的。就单纯从美国能立刻享受利率下调影响的在1年以内到期的短期债务来说，目前美国政府背负大约9万亿这样的在1年以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别说美国联储把基准利率下调2个百分点，就是下调1.3个百分点，美国1年单单在短期债务利息这一项就能节省大约1200亿美元。最近川普根据政府效率部识别出的首批节省措施，提出了一个财政节约法案，主要是要求国会正式收回那些已经批准的但是还没有使用的联邦资金，主要是针对对外援助啦、NPR、PBS 公共广播等项目的这些联邦拨款。但是这个法案目前在参议院被个别共和党参议员反对，而无法推进。为了清除这个法案在参议院的阻碍，川普甚至开始公开威胁那些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未来职业生涯。而这个法案总共也就是给美国政府节省了约94亿美元。而在利息这个方面，鲍威尔只要提早1个月做出降基准利率的决定，美国就可能多省下1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利息，比那个提案省下的所有资金还要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能就能有点理解为什么川普现在是一提起鲍威尔就没好气的原因了吧。自从川普入主白宫后，鲍威尔就在利率问上开始按兵不动，当然也有他的原因。自从川普今年1月份上台后，多数经济专家和传统媒体都在异口同声地喊一个概念：川普的所有政策都会引发美国下一轮通胀。专家和媒体普遍的说法是，川普严控边境、限制非法移民入境，同时强硬递解非法移民这样的政策，都会让美国流失大量的廉价非法移民，从而推高劳动力成本和价格。另外，川普面向全世界抬高进口关税的政策，更是一定会推高美国的物价。川普给进口产品增加10%到50%不等的关税，最后都会由美国的消费者来买单，因此美国的物价肯定会显著升高。从常规逻辑推理，专家和媒体这些说法似乎非常合理，因此在金融经济领域，
过去几个月几乎没人敢在这个思路以外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如此一致的思维角度，过去4-5个月中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经济现象。通常每个月过完，很多专家都会根据自己收集的各种经济数据，根据自己对美国经济的状况的理解，而对这个月的通胀情况提出一个预测，然后从众多专家的预测数字中提取一个中间值，以此作为专家对这个月的通胀的共同预测。然后过一段时间后，美国政府也会根据全面数据的汇总，算出这个月的实际通胀数据。通常情况下，有些月专家对通胀的预测会比实际数据高，有些月会比实际数据低。但是奇怪的是，从2月份川普全面入主白宫开始，截止到有实际通胀数据的5月份为止，每个月实际的通胀数据都比专家预测的通胀数据要低，月月如此。这说明什么？专家认知和美国经济的现实出现了持续的偏差，专家认知中的通胀情况持续比现实情况更严重。例如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之后的核心指数仅上涨了 0.1%， 其中中国产品的进口价格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之间居然下降了约 2%。5月份，日本汽车公司平均将对美国出口的汽车的价格下调了创纪录的 19%， 用来抵消美国征收的额外汽车关税。显然，日本汽车制造商是在用牺牲自己的利润率，用降低自己的销售价格的方式来抵消关税影响，希望保住自己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这严重打脸了很多专家的预测，声称关税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的这些说法。在自身认知和现实数据不一致的时候，真正不带观念的专家会根据现实数据来调整自己的认知，但是很多专家却出于各种原因，其中不乏有些专家因为他本人厌恶川普，而从心理上不愿意接受这样对川普政策有利的数据，用各种方式把这些经济数据解读为种种个别和临时现象。显然，川普认为鲍威尔就属于这样因为个人喜好而罔顾真实数据的这类人。虽然鲍威尔目前的任期要到明年5月份才到期，但是就是这仅剩的10个月，川普似乎也忍耐不了了。想开除鲍威尔的想法一直在川普的脑中回荡。终于在今年4月份的一天，川普搂不住了，在面对媒体的提问时，他直接放出狠话：我们正在考虑替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办法。他干的真是太糟糕了。这话就像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全球金融市场。当时全球金融市场正被川普刚刚推出的颠覆全球贸易的新关税政策折磨得不知所措。川普此话一出，就立刻被金融界做出如下解读：川普这是在用他的政治权力干预经济规则。美联储的公信力依赖于它的独立性，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被政治权力侵蚀，美元的信用体系因此将会被动摇。结果是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在极短时间内急坠数百点，标普500指数在一天内波动超过 2%， 美国债券市场价格暴跌，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债利率。同时，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也在短时间内暴跌了近 1%。 面对如此强烈的市场波动，川普在随后的采访中开始把自己的话往回收，说自己其实并不准备提前开除鲍威尔。虽然川普这么说了，但川普的团队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开除鲍威尔的尝试。据7月11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川普团队最近似乎找到了撬动美联储的一根新杠杆，就是美联储总部的翻新工程。这个工程耗资25亿美元，出现严重的项目预算超支和管理混乱的问题。据报道，其中一栋楼早在2021年就应该是翻新完了，但在账面上翻新花费却还在飙升。因为成本严重超支的问题，2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过。有知情人员说，因为华盛顿对室内建筑有高度限制，而联储又想保留整个建筑的古典外观风格，所以被迫把会议室、档案室统统往地下挖，因此造成成本像滚雪球一样往上涨。参议员斯科特在6月份听证会上质问鲍威尔，
为什么还要装屋顶花园和密封箱？当时鲍威尔反驳说，媒体报道的那些豪华装修根本就不在最新的设计方案里。现在川普团队决定再次就这个问题质询鲍威尔。白宫的预算主管沃特直接给鲍威尔写了一封信，信的措辞非常严厉。信的基本意思就是，你鲍威尔要么是在国会撒了谎，要么是对这个项目管理的一塌糊涂，甚至是连最基本的城市建设许可规定都没遵守。在国会听证时撒谎，那可是个犯罪行为。资金管理混乱或不遵守城市建设法规，那也是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美联储这边马上在官网上发文解释，说成本超支是有原因的，比如往下挖的时候发现石棉比预期的多，而且土里还存在其他的有毒物质要清理，还有地下水位也比预想的高，额外的排水系统也花了很多钱。鲍威尔自己在6月份国会作证时也叫苦连天，他说谁在任上也不想翻修一栋历史建筑，更别说是我们这2栋需要大修的历史建筑了。白宫预算主管的这封质询信似乎还只是对鲍威尔的一个佯攻方向。据说川普团队还真往负责审批首都重大建筑项目的联邦委员会里安插了3个白宫顾问，其中一个叫布莱尔的副幕僚长对媒体毫不掩饰地说，他非常热衷于深入调查美联储翻新工程到底合不合规，说他要撬开每块大理石来核对整个设计和预算。如果调查发现鲍威尔真的是对国会撒了谎，那么美国人民和参议院都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严重的问题的。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潜台词就一个，川普团队的这套组合拳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这个装修问题升级成为管理问题，升级成为鲍威尔的个人诚信问题，甚至是更严重的什么法律问题，从而给川普一个开除鲍威尔的司法理由。当然，报道也提到，似乎川普团队在是否开除鲍威尔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例如，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认为最好别碰美联储独立性这根高压线。我个人倒不认为川普团队中对鲍威尔的那些鹰派人员真的是如当年奥巴马政府对川普团队成员那样，要用各种司法手段穷追猛打，直到给多人定罪那个程度。川普团队这个做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想给鲍威尔施加心理上的压力。毕竟鲍老先生已经是72岁高龄的人了，本来是早该享受退休生活了。为了未来10个月的任期，他继续趟这滩浑水也真是不值当。如果鲍威尔因此真的选择自己辞职，那将是一个最圆满的结局，既没有明显伤害美联储的独立性，也能立刻给川普团队机会实施他们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货币政策。果然，从7月9日开始，美国社交平台和个别媒体上开始传出消息，说鲍威尔本人正在考虑未来几天选择辞职。在大家还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时，7月11日，一个声称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会主席普尔特的新闻通稿开始在网上流传。通告写道，普尔特就有关鲍威尔考虑辞职的报道特此声明，我对鲍威尔考虑辞职的报道感到鼓舞，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美国经济的未来将蓬勃发展。房利美和房地美是2家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住房抵押贷款巨头，专门从银行收购房贷并将其打包成证券出售。这2家半政府身份的金融公司，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在用它的背景和信誉来支持美国房贷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所以这2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那绝对是美国金融界内部的元老级别的人物。这个声称是来自普尔特的新闻通告迅速被多家媒体报道，直到我录这个节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普尔特本人出来辟谣的报道。如果这个新闻通告是真的来自普尔特，这将是美国金融界内部元老公开打响的反对鲍威尔继续留任美联储主席的第一枪，这势必把鲍威尔往自己辞职的方向又猛力推了一把。如果川普和美联储的这场博弈以鲍威尔辞职收尾，川普将进一步确立他在美国无冕之王的地位。好，
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